10种引法术还有隐藏用法，不同的咒词分别代表着什么？大家好，我是吴哥光。本周更新的233话，让不少原本喜爱苏挪的朋友原地脱粉，战力之争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从新出现的嵌合兽聊起。大家看到嵌合兽的第一眼，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死神中的亚翁。他们之间不止形象高度相似，连身体的构成方式也几乎相同，是由3名破面的手臂融合而成的超级缝合怪。从嵌合兽的外表，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叶的痕迹，主要是尾巴还有整个上肢，下半身则看起来很像融合后的玉犬魂。结合漫画中苏挪召唤时出现了叶和魂的字样，大家很容易把嵌合兽理解为叶和玉犬魂的融合体。但47话玉犬魂出现之后，毒液猫在单行本的插页里做了补充，其中提到2和4这种情况，也就是蛤蟆和叶是没有办法像玉犬魂那样融合成一个新式神的，就算是死后的继承，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在这个补充说明里，魂似乎并不只是代表玉犬融合后的一个名词，同时还是10种引法术的一种用法。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看嵌合兽，就变得比较有趣了。按照之前的补充规则来说，叶和玉犬应该不太能进行融合。难道说现在我们面前的嵌合兽是来自2只不同的叶吗？同时，它身上的纹路以及明显的女性特征，也让大家联想到了之前重凯形态的万。不过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新出现的嵌合兽与它留下的东西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展开。毕竟比嵌合兽本身更有趣的是这个特别组合带来的无数梗图，就连毒液猫也借5条悟之口亲自玩了一个迷路外星人的梗。有意思的是，这个梗很可能来自于一张曾经流传很广的老照片，照片中有2个戴帽的男子牵着一只体型十分幼小的外星人。这张照片一度被当作外星人存在的证据之一，而这张照片最早的出处是1950年的一本德国杂志。最妙的是，大标题还清楚地写着发现外星人，并且引用了国防人员的表述，说明他们确实抓到了一只身高70厘米的生物，并且非常确定它来自宇宙。这张50年代的老照片在过去几十年里真的骗了非常多人。真相是，那期杂志是出版社为了恶搞，在1950年3月29日推出的愚人节特刊，里面的所有照片和文字全都是编辑们脑洞大开的产物。这个梗真的很毒液猫。苏挪这里多了嵌合兽这么一个大玩具，5条悟自然也要有一点新东西。毒液猫给他准备的是一套鹤的咒词，从上一次那发200%的紫开始，就有很多人猜测几个咒词的深层含义。上一次的咒词是九罡、偏光、乌与生明、表里之间。其中九罡被很多人认为是9州，我则更倾向于它代表的是中医学中的8纲辩证，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再加上表里之间共同组合成9纲，代表着子阴阳交错的技能形态，以及超越8纲的术式强度。而偏光则可能与广义的偏光含义相似，在这里代表术式的方向和准度的校正。最后的乌与生明，其中的乌应当代表的是日本的国鸟乌鸦，但整体并未挖掘出更深层的含义，这里就不做展开。回到这一次写给鹤的咒词，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对照。首先是引发大家最多讨论的波罗蜜，这个词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有很多朋友会因为波罗蜜多的含义，将这句咒词理解为渡往彼岸。毕竟彼岸一词在咒术回战中出现的频率真的很高。但如果把它拆解来看的话，波罗蜜多其实是梵语的音译，指的是到达彼岸或者圆满成就。它是由形容词最高的、究极的和阴性名词结尾词组成的，也就是去掉结尾词多，它更准确的含义应该是究极。如果放在咒词中的话，就很容易和上一次对应。波罗蜜代表着这一次鹤的术式强度，而光之柱如果也做对应的话，更类似于上一次咒词中代表技能形态的部分。最后剩下的位相，其中有一个含义与中文的相位基本相同，所以它很有可能是本次用于校准的咒词，对应上一次的偏光。如果本次猜想方向准确的话，下次我们再见到的咒词还是会至少包含术式形态、术式强度和术式校准这3种。我已经开始期待通过咏唱释放的无限制叙事，还有大家念了很久的极致番了。本话里除了这2个新东西之外，还给苏挪或者说10种引法术追加了一个很逆天的设定，不用召唤式神就能使用式神的能力。这一次出现的是满向的水流，而且居然还是穿血的形态。这个外挂的出现意味着毒液猫可以任意添加苏挪的攻击方式了。现成的就有叶的闪电、原路的反转术式、灌牛的蛮力冲撞等。最妙的是，就算苏挪用出我们没有见过的新能力，也可以用能力来自新式神来解释，这比完整画出一只新式神要轻松太多了。其实之前在魔须罗这里，苏挪已经展示过很多次类似的用法，他没有让魔须罗本体现身，却能提前开始他的适应，只不过一直没有告诉读者其他式神也能这样而已。说到魔须罗，就不得不提一下他最近2次出现的规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次魔须罗都是在苏挪陷入昏迷的时候主动出现？第一次是苏挪被无量空出命中，当时我们还通过眼睛的变化分析过苏挪是不是真的受到影响开始宕机。
第二次则是被5条悟的黑闪打晕，独眼猫给了一个很明显的翻白眼。当一个相似的场景反复出现，在咒术世界里大概率就存在着某种束缚。这里苏诺和魔须罗结下的束缚，很可能是当苏诺陷入无法行动的状态时，魔须罗就会主动出现。如果这个猜想成真，那么苏诺为此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已经第4次出现的台词：绝对的强者由此而生的孤独。不同的是，这次却提到了满足感，而不是前几次的爱。这样的变化让大家对伏笔的猜测方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前大家更多关注万留给苏诺的道具，加上这次的变化之后，这个伏笔可能代表的是2个不同时代的强者在最强之争中的心境变化，并由此带来蜕变或新生，最终一击定胜负。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更多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另外，别忘了关注订阅我。感谢你的观看，我是吴哥光，我们下期再见。